Hello，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 JC 的塔罗牌占卜频道。你知道吗？在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不死之鸟的神话，例如俄罗斯的火鸟、埃及的太阳鸟、美洲的叶尔和阿拉伯的安卡等。所有这些鸟都有死而复生的特点，它们的寿命为500年。当然说法不一，但它跟太阳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古埃及和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之中，不死鸟是和老鹰一样巨大的，它有红色、金色两种非常艳丽颜色的羽毛，而且它的鸣声很悦耳动听。它生活在阿拉伯半岛上的一口枯井附近。每当黎明来临的时候，鸟儿就会来到这个枯井，然后饮水，并且在清晨的阳光之下沐浴，并唱着非常美妙动听的歌。太阳之神这个时候呢，就会停下他的战车，静静地聆听这动听的歌声，好像世界上只有这只不死鸟存在一样。每当不死之鸟知道自己要接近死亡的时候，那也就是说500年的时限，它都会提前用芬芳的树枝来给自己筑巢，然后呢点燃火焰，在熊熊的火焰之中自焚，把自己烧死在里面。当火焰快燃尽的时候，就会有一只新生的不死鸟从火焰中飞出，非常的奇妙。而中国对不死鸟称谓为凤凰。那这种凤凰涅槃不仅是一种勇气，它更是一种精神。当你熬得住涅槃重生，也就配得上重生之美。不经历痛不欲生，又怎会有脱胎换骨呢？也就意味着一个人一定会在人生之中经历人世间的苦痛，并且一步一步从浮躁消成死灰，然后变得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稳重，更加的坚强。而每个活着的人都一定会在漫长的时光里去经历凤凰涅槃、涅槃重生这样一种状态。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宇宙给你的讯息，近期你在哪方面会有升华或者是重启？你正在进入怎样的一个涅槃重生的状态呢？那目前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最左边是第1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每组牌卡的能量都非常的饱满，但在选择牌组之前，我们先要来进行一个静心的小仪式，然后再选择牌卡。请大家跟着我做，肩膀下沉，然后调整你的呼吸，大口吸气，大口吐气。如果可以，请闭上眼睛。然后在心中默念：亲爱的宇宙，请告诉我年底之前我会有怎样的凤凰涅槃重生。感谢你的指引，感谢你的祝福，感谢你传递的能量。询问完之后，睁开眼睛，你看见的那张牌卡，那一组牌组，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能量加持，就是要给你的讯息了。在视频下方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的牌卡占卜解读。如果你喜欢这个占卜视频，记得点赞，记得分享，也记得多多的留言，跟视频进行一个最准确的能量上面的连接。另外，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JC 的频道，记得订阅 JC 的频道，我将持续给你带来丰富的占卜的。那现在你选择好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亲爱的，选择第1组的你，我们来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那先来展示牌卡。首先我们来检测一下你近期的能量，然后呢，看到会有哪些事件的发生。
感觉身边的人气是比较旺的。有女人的出现，也有男人的出现啊。那没有关系，我们先来一张一张牌卡为大家解读。那我们这边先出现了水，也出现了山，也出现了云。近期呢，你应该是在吸收大自然的能量，并且自己做人呢，也会像大自然一样，一切都是随缘，没有太多的造作。这样呢，也带来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事件，我正在做一些转变。但很好的是，你会像水一样的，可以随波逐流，可以顺其自然，也可以激流勇进，也可以水花四溅。那用水来形容你的话呢，一定会看见你有一些淡泊名利，而且在自己的道德品行上面呢，更加的高洁，为人处事呢也会举重若轻一些，并且更加的有同理之心。如果身边有人需要你帮助的话呢，你是可以帮助的，并且也会是比较圆润通顺，是可以随物而去变形状，遇方则方，遇圆则圆。那也会因为温度而去做变化，遇到热的时候呢，可以成为这个热气，遇到冷的时候呢，是可以成为冰的。不管遇到怎样的一个环境，水总是可以适应的去改变自己，存活下去。也代表着你自己近期呢没有太多的棱角，姿态呢是能高能低，你的思想行为呢也是可以灵活变通的，该妥协的时候妥协，该低调的时候低调，该高调的时候呢也会高调。有的朋友当下呢可能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也许是感情，也许是思想上面。无论如何，这种困境呢，就像高山一样，挡在你肉眼可以看到的这种前行之路。但实际上，你可以绕道而行，你也可以爬过山峰。只要你自己有心，只要你自己在思想上面呢，可以多一些选择，你都有办法度过当下的困境的。想一想你的人生之中遇见过所有的那些困难，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下都是焦虑的，都是会担心，都是会害怕的。但是没有任何困难是你自己解决不了的。除此之外呢，你也会像风一样的自由，无拘无束，不受束缚。近期可能会摆脱一些胡思乱想，也许对于过去有一些遗憾，也许对于过去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念旧，有蛮多的一些假设，假如我怎样去做，可能我的未来，可能我的现在就不一样了，等等的。但没有关系，你会在思想上面更多的去做一些调整，不会再受到过去的这种情感啊，这种力量而阻碍你现在走在这个舒适的道路上面。你将会走在更美好的一个道路上去寻找快乐，也就是近期呢，自己会更加的云淡风轻一些，像大自然一样，一切随缘，没有造作，给现实生活中更多事件转变的一些可能性，代表着近期自己的思想上面啊，情绪上面正在不断的得到一个升华，所以做人上面更懂得饶恕，更懂得原谅，更懂得宽恕了，在心灵上面会更加的疗愈，并且直至痊愈自己。无论之前在感情里面，或者是在人际关系上有怎样的不安全感，有怎样的痛，但是当下呢，你都会从过去的这种消极负面的情绪关系里面走出来。有的朋友可能之前明明关系已经结束了，却还是走不出来，或者是想要去原谅，但一想起曾经的这种记忆呢，还是会有一些激动。但当下你会开始逐渐找到宽恕的理由，这种宽恕的理由呢，并不是把别人的过错放在自己的身上，而是不再被别人所影响，不再处在这种伤心欲绝的状态里面。所以非常高兴的恭喜你，你将更加的体谅，更加的得到一个专注度。这种专注度呢，开始把别人的这种专注投放在自己的身上了。
你开始放慢脚步，然后庆祝自己，带自己吃一些好吃的，并且呢，也可以更多的去锻炼自我，进行一些健身、听音乐、舞蹈，去做一些很多积极的、美好的事情。当然也会开始注意食物的品质。除此之外呢，你的身体将更加的轻盈，不会再大油大腻，或者是吃太多的一些肉。而且在这样的一个专注自己的外形、内在的修炼上面之后呢，你会得到塑形成功、减肥成功，或者是肌肉增加，你的运动能力也不断的增加，你的艺术审美能力也在增加，并且你的身体将更加的舒展，你的心情也将得到一个更好的释放。你会让自己的身体呢成为一个更加被你珍视的礼物，像对待宫殿一样对待自己的身体，有意识的去吃饭，吃好的，吃健康的，有意识的去做一些健身，去做一些锻炼，知道当你某一天成功了，一定才要有一个好的身体才能享受人生。那么如果有一天运势不好的时候落魄了，还是得有一个好的身体才能东山再起。健康不是第一的，而是唯一的，所以会更加无条件的去爱自己。你的心灵、你的身体都将更加的得到一个健康。如果近期有的朋友身体上面不舒服，有感冒啊，或者是需要去医院的话呢，那么宇宙也告诉你哦，你会通过近期的生病而开始更加注重自己的健康，会把专注度呢从一些外在虚无缥缈的金钱啊、物质啊、欲望啊而收回来，收到自己真正该在乎的生命本体上面。当你开始更加爱自己、关注自己之后呢，你会看到你的身体越来越健康，你的身材越来越好，你的皮肤越来越光泽，你的肤色越来越红润，是一件非常你自己心满意足、开心的事情。每天照镜子，你都会看到今天比昨天好，形象呢也得到更多的提升。其实世间万事万物都是能量振动的状态，当你自身的能量场稳定之后，自然而然会影响周围的人。当你开始真正的去宠爱自己之后，自然而然周围就会有积极能量的人慢慢向你走进来，想要去宠爱你。其实当你怎么开始对待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呢，命运就会如实的去给予你一些反馈。因为身体就是我们的潜意识，身体就是我们的信念系统，身体就是我们的命运模式。而自己呢，不会太过于的夸张，不会太过于的夸掉，开始知道在平凡中找到不平凡，保持自己生活的简单，让自己慢下来，不会急功近利，不会出现那种浮躁繁琐的心情，开始培养自我的耐心，开始积累自己的能量。虽然只是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但你呢会做到更多的自律，更多的自我规范，在自己的内在情绪、思想、行为上面呢得到一个反省，并且会更加的保持你的低调，减弱自己浮夸的一些光芒，做到自我保护，更加的谨慎，更加的节制。当然在你努力去修正自我，提升自己的能量场之后呢，你的工作上面就会传来好消息。你现在正处在自己事业或者是学业高速发展的一个时期，所以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面对所有的问题，去迎接所有的一些机会。你可能会发现在你的工作之中，这段时间很容易受到启发，你可以突破一些旧的思想、旧的专业度，或者是旧的界限，而看到目前的工作呢，其实你是有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的，或者是当下你的这个工作进度
未来呢，你会获得更多的一些潜力，更多的一些经验，更多的一些项目。那当下呢，你只要做好自己本分的一步一步向前进，就可以在未来获得成功的。你处在一个好的时机点，你也处在一个好的有利的位置上面，你只要去面对你的创造力，只要去提高你的解决能力，你是可以运用自己的专业能量，运用自己的好的状态去搞自己的事业的。所以在你的工作上面呢，会一点一点的进步，而且也会看到周围慢慢的出现一些可以让你一展拳脚的新机会。如果你要去跟别人一起合作一些项目的话 ，OK， 没有问题。如果你想自己去创业的话 ，OK， 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些时机是到了，不过面对所有的机会要谨慎一些，小心被自己的这种幻想所蒙蔽，或者是小心被别人画饼。那有人在跟你提一些合作的状态，可能你听到的都是一些好的回报啊，一定会走好的方向啊，或者是自己在创业的时候呢，也想的都是好的，但是希望你先想缺点，希望你想到如果失败了你会怎样，以及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应该做怎样的一个详细的计划规划。所以当下也是好的一个时机去整理自己的思绪，整理自己的计划。因为目前呢，你就像是一个冰雪皇后一样，会更加的理智，也会有自己独立的坚定的一些个性。近期呢，可能在别人的眼中你是蛮有魅力的，很像冰雪皇后，从一个公主蜕变成女王，或者是从一个王子蜕变成一个国王。现在呢，你更加的有霸气这方面的一个能量所在，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有大的一个气质气场，并且呢，跟别人之间也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感，不是跟谁都自来熟啊，或者是非常亲密这样子，会让别人更多的有一些敬佩尊重于你，也许会让别人觉得你非常的有个性，但实际上你是属于一个外冷内热的状态，对待感情更加的理智，对于自己的一些选择判断，你也会更加的去三思而后行。其实理性是一个人最高级的性感，面对感情不再拖拖拉拉，不会在感情里面有太多的一些暧昧，也不会让自己热脸去贴冷屁股，这些负面的人际关系呢，你都会远离，或者是尽快的去做断舍离，这一点很好。那么除此之外呢，想告诉你，近期你会得到一些礼物，这个礼物也许是来自于物质，也许是来自于金钱，也许是来自于奖金。无论如何呢，在物质世界会有更多的一些收获的。那么当你接收到礼物的时候，你也需要回馈礼物给别人，表达你的感激之情。当你收到一些项目的这种资金分享之后呢，你也可以请你的合作者或者是请你的团队，大家一起去聚餐，分享这种快乐。分享之后呢，你会得到更多的未来潜在的一些机会。除此之外我们这边出现了一个很好心的女人，还出现了一个军人，也出现了一个假人这样的一个讯息在。那么这个假人呢，有可能在近期他是一个很圆滑的，懂得给别人画饼的人，也许他是口蜜腹剑，也许呢他可能是把一切都讲得非常的好听，但是没有办法去实际做到的，是比较虚伪的人。另外呢，也会出现贵人，另外呢，也可能会出现非常严谨的人，非常认真的人。无论如何呢，你的人缘运势会得到增强。当然人缘呢跟桃花运也是有相关的，人缘好的时候，我们桃花运也可以旺，贵人运也可以来，那就代表着近期可以多跟一些女生去增加一些联系，
也许这个女生呢会给你好的建议，也许呢她会给你一些好的资源，也许她会给你一些好的帮助。那当然跟自己的妈妈多一些联系的话，也算是可能妈妈呢也会给你很好的一些慷慨的支持。无论如何呢，近期身边会有一些心地非常善良的女人给你带来好的一些运气的。那同时呢，也会有非常公正公平、很注重规律纪律的男生，也许他是当过兵的人，也许他是警察，也许他是消防员，也许他是公务员，总之呢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他会出现来帮助你斩断跟小人坏人之间的这种情丝，或者是这种连接的。见的人多了，情商自然就会增加了。你知道吗？老板身边呢，一定是要用小人的，因为小人呢，才可以帮他去克小人。所以你也可以去做一些学习。另外，近期呢，也可以多加强跟你的老师啊、跟你的主管啊、跟你的老板啊进行一些沟通。只要真实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别人会看到你身上的闪光点的。所以近期你也会去积极的拓展你的人脉。而单身的宝宝呢，可能会遇到让你感觉到看着不错，有可以发展潜力的对象。而这个对象呢，也许他的外表是蛮不错的，但你也要警惕哦，身边还是会有一些偏桃花存在的，不要因为一时的感觉去做一些判断。有时候对待其他人呢，不妨多自私一些，多计较一些，这样也可能在前期的时候会更加的清晰的去做一些判断，也会利于自己获得更多的利益。当然，在获得利益之后，我们就可以分享自己的利益。好，还有的朋友可能近期会在自己的事业和个人兴趣爱好上面去做选择。宇宙想告诉你，如果要把一个兴趣爱好作为自己的职业或者是事业的话，那么你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兴趣的特征，否则是没有办法给你获得更多的一些金钱来持续你的喜欢，甚至可能会因为3分钟的热度而仅仅是开心，去毁灭了这样的一个喜欢。因为兴趣是有很多种的，有的呢是可以满足好奇心的，有的只是短暂的一种开心而已。所以这种兴趣是伪兴趣，不能作为真正的这种爱好来考虑将它的兴趣成为一个职业化。一个真正可以职业化的兴趣呢，一定要是要么就是自己擅长的，要么就是可以获得回报的，要么就是符合自己的价值观的，还有呢，就是可以得到亲友、好朋友、父母的广泛认可的，好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把自己擅长的兴趣爱好变成赚钱的工具，那当然是非常开心的。但是把自己一时喜欢的兴趣爱好，但是不是擅长的去换成赚钱的工具，那么就可能就会让自己屡屡受到挫折啊，然后失去自信心啊，然后就会东扔一个西扔一个，就不会持续性的保持意志力的去通过这个爱好去赚钱了，好吗？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宇宙会看到有的朋友可能当下在做兴趣爱好作为职业选择上面会没有那么的谨慎。另外呢，近期你在金钱上面可能会做出一些两难的选择。有的朋友会在想，你最近收到的这个金钱是先付信用卡，先去还一些旧账，还是说把这个钱拿来购买物品，还是说让这个金钱呢拿去理财？无论如何呢，金钱上面呢会是有流失的，但是左手出右手是可以进的。
在金钱上面你会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当然有欠款的话就要先还欠款，但如果你没有欠款，想去购买一些物品然后享受生活的话呢，是可以购买的，想去购买就购买吧，不用去刻意的存钱，也不用去着急的变成一个有钱人，认为任何事情呢操之过急都是会失败的。而当下宇宙告诉你注意力不用放在节约上面，而把注意力放在创造上面，对你会更加的有价值。如何去挣取更多的金钱，而不是当自己想要去购物的时候，想要去消费的时候，想要奖励自己一下的时候，还在那边非常节约，这种节约的是会很难受的。而且呢，当下并不是存钱的时候，当下呢是需要购买资产的时候。当然小的一些东西啊，小的一些衣服啊、包包啊，或者是装饰品啊，那你想去购买是没有关系的，但不要花大价钱去购买。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的去用大价钱购买一些资产，这样的话才会让你不断的富裕。亲爱的，你将进入到生命中的突破时刻，请你做好准备。你也可以追求你心中的想法，可以去寻找投资者，可以想着如何去创业，如何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不久的将来呢，很多的一些这种身边的机会都会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只需要继续发展你的想法就好了，并且近期主打一个行动，请走出自己的舒适圈，行动起来。近期呢，请你全力以赴，不要仅仅是停留在想象之中，跟随你自己的直觉，迅速的去做一些安排，迅速的去做一些创建。那只要行动起来，那近期你的运势增长，你会越闯越行动，越有魅力，并且越有更多的一些机会的实现跟发生所以宇宙给予你满满的爱，当下呢一定要走出家门，一定要走出去，去行动，去努力，去闯荡。你越闯越勇敢的话，你获得的机会就会越多，好吗？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近期凤凰逆盘，请做好准备。那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宇宙当下给你的讯息，看一下近期会有哪一些逆盘重生的事件呢？那人生会有哪一些事情会开启，可能也会有哪些事情离开你呢？我们先来展示牌卡。这边有出现了一张大量金钱的牌卡看起来会有金钱上面比较大的一个收获哟。无论如何，一部分一部分来为大家解读。这边出现了命运这张牌卡期间呢，还有让我感受到一些业力关系，一些转折。可能当下你正专注在一些事情上面，无论如何是不想再有任何的拖延，一定是要有一个结果了。而现实生活中呢，确实正在进入到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昨天的事情过去了，明天的事情没来到，唯一能把握的就是当下。目前呢，你正在进入到认知上面的觉醒，你正在去改变你的命运，进入到一个转折节点的时刻。有些事情一定会结束，而有些新的事情一定会到来，而你也会更多的化繁为简，正在去做一些减法。看到首先你会活在当下。给你讲一个小故事，有一条小鱼经常想去浩瀚的大海之中，
有一天，他遇到一条大鱼，便向大鱼打听该如何去往大海。大鱼非常惊讶地问小鱼：“你不是一直生活在大海之中吗？”小鱼觉得自己很委屈，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感受过大海。大鱼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游走了，只剩小鱼还愣在原地。我们很多时候就像小鱼一样，明明都在生活之中，却还想在生活之外去寻找人生。其实生活就在我们的眼前，可我们经常却忽略它，我们甚至有时候呢会让它荒废掉。我们老希望过一个美好的人生，可怎么过美好的人生呢？那就是一定先过好你的每一分钟，自然而然每分钟过好了，那每个小时就过好了，那自然每一周、每一个月、每一年也就过好了。而宇宙有个基本的法则，能力敌不过业力，业力大不过愿力。那么能力呢，就是我们的实力、我们的方法、我们的专业度、我们的技能，也包括各种套路啊，或者是捷径。业力呢，那就是我们曾经创造过的价值，我们帮过的人，我们积下的一些恩怨啊，积下的一些因果。愿力呢，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向往，我们的原动力，我们的初心，我们的理想。所以说，一个人一定要不忘初心，一个人呢也一定要怀揣梦想。一个人的能力再大，或者是他的智商再高，都抵不过他做过的事情带过来的影响。那么当然，同样的逻辑，一个人做过的事情再厉害，都抵不过他的正心，他的正念带过来的影响。其实守住初心，向往光明，就是一个人不败的根本，这就叫愿力，这就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而当下呢，你会很清楚地看到你的信念正在现实里面得到一种投射。例如，你不失喜欢，在人际关系上面，你对一个人一直保持着阳光愉悦，那么你也会将收获到别人对你的欢喜。如果说你不失安定，你让别人感觉到非常心安的话呢，那你也会得到这种安乐。相反哦，如果在人际关系上你有过给别人八卦啊，或者是施赠于一些憎恨啊、怒气啊、忧愁的话呢，那这些东西也会，这种情绪也会包围着你。所以今天当下你遭遇的，也就是从宇宙之中另外一种形式、另一个阶段返还给了你。那么愿力其实也叫因果，那种什么因就有什么样的果。我们未来想成为怎样的一个人，就必须在此刻开始埋下相对应的种子了。人类呢，肉体只是一个表面，本质实际上是一个更加敏感、更加系统的一个能量场。我们这个能量场呢，时刻在跟外界进行能量上面的交换。你在想什么？你相信什么？你发出了什么？那最后呢，这些就会形成的一个综合体，在环绕着你的世界。你也在创造你独一无二的世界。每个人的世界都是不同的，因为他的能量场、他的梦想、他的心念都是完全不同的。但最主要的是，如果你是乐观向上，你发出去的这种能量就是积极的，所以你将会接受到世界上很多美好的事情。如果你是怨天尤人的，那么你发出去的能量就是消极的，你接受到的世界就是阴暗的。就有的人，他很多时候会觉得我不是幸运的，我最近这段时间很倒霉，结果呢，生命就会发生很多让他很麻烦、困扰他的小事情，总是麻烦不断。如果一个人一直都想着我是幸运的，我每件事情都处理得很好，那总是发生问题的时候，有人或者是有事情莫名的帮我抵消到，或者是莫名的就会解决掉，我一直都是非常幸运的。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信念的话，那真的在他生活之中，凡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很快就会被解决。那么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所以愿力呢，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作用。当下呢，你会深入的
看清楚命运，看清楚一些事情的发展走向是因为何起，然后也会有何灭。另外呢，你也会在自己做出判断之前先去思考。另外呢，你也会把太阳画回你的天空，可能会经历一些事情的失败，可能在人际关系上会有一些误会，但没有关系，你将会更多的一些看透。看透之后，你会放掉，你会投降，你会妥协，并且你会去除这些旧的伤疤，这种旧的思想。过去的就让它死亡就好了，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死亡，每一天我们进入梦乡的时候其实就是死亡人，每天早上我们睡醒的时候其实都是新生。当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刻，你会感觉到一种很开心、很愉悦，然后很感激的状态，那么那一天你都是美好的。自然而然呢，自己看到近期你会有蛮多的调整，会渐渐的得到一个发展，抛弃所有旧的一些理念，旧的一些负面想法，而做更多的适应性，而做更多的积极的自发性的敞开心灵的状态。也许有些事情没有预期发展的那么好，但是也会看到自己有哪一点的不足，所以呢，心态会更加的清澈。除此之外，你也会看到很多事情不在于你的错误，而在于这个环境，而在于这个大的教育给你带来的一些思想上面可能不适合自己的一些选择。比如说传统的教育方式，它是一种赏罚式的，如果我们做了恰当的事情，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表扬；如果做了不恰当的事情，我们可能就会受到惩罚。那么可能在当下会产生一种比较错误的生活方式。如果说你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别人表扬，或者是没有父母的肯定，你可能就会觉得是不适合自己的，或者是自己选择错了。如果说你当下的这种生活方式大家都是羡慕的，大家都是肯定认可的，所以你可能就会觉得是适合自己的。那么这从而走下来呢，你就会更多的去追求别人的认可，会在意别人的评价，那最终也许会活在别人适合的人生之中，而不是适合自己的。也可能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去舍弃真正的自我，按照父母的期待方式去生活呀，按照社会的方式希望去生活啊，或者是按照周围人的这种评判的眼光。当下呢，你可能会开始不再去用别人的一些或者是环境的一些设定而去设定自己的生活，逐渐的想要去活出自己的人生。因为一些事件而让你有转变的这种思想，因为一些事情的结束可能让你看到你更加的应该自由。这不是一种自以为是，而是别人喜不喜欢你并不是你的课题，你不会再开始去畏惧被别人讨厌而阻挡自己勇敢前行了。你不会去随波逐流，别人如何看待你的，别人如何评价你的，与你无关，只要你自己开心，只要你自己过得舒适就好了。所以你也会开始重新去审视你想要怎样的一个生活。另外也看到你的内心即将更加的强大。哇，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消息。除此之外呢，你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走到属于自己的道路上之后，你将其实得到更多奇妙事件的一些发生。比如说最近会出现一个成熟的男人，也会出现皮肤呢比较深色的男性，那可能他的年纪是比你大的，或者是呢
他是古铜色的肤色，他喜欢穿黑色颜色的衣服。那么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在你需要得到资源共享的时候，你可以去找一个比你成熟、你自己认可的人，也许他会给予你帮助，或者是去找一个皮肤颜色那比较黑这样的一个人呢，去打探消息，也许他会给予你帮助。不论是你去银行办事，或者是去办证大厅办事，或者是想要去投资股票，想要去购买保险等等的，那找这2类人，男生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好消息，可能不会去误导你，好吗？在近期的这种贵人运势上面呢，这2类人是可以帮助到你的。那另外近期呢，在人际关系上面也代表着这2类人呢，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多积极的一些影响。如果你喜欢的人是这2类的话呢，那好消息，你们是可以建立更多的信任，可以有更多的直白的沟通的，因为你们是相同频率，在近期他是愿意去支持你、理解你的。好，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你会得到一些小道的消息，会有一些八卦传到你的耳边来。那这些八卦呢，你可以好好的听一下，然后去做一些审判。也许你想对某人更多的了解，无形之中从这八卦里面得到他的讯息。另外，人都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跟接受的，都有对友谊的这种渴望。八卦者呢，也会希望借用一些分享小道消息来增进跟你之间的关系。那近期有的人呢，为了想要跟你拉近关系，可能会讲一讲别人的八卦，那并不代表着他是一个小人，只不过呢，可能想跟你有情感上更加亲密的这种状态。我们都有一些小秘密，我把我知道的一些小秘密告诉你，那么我们也许就会更加的进一步了，所以会有讨好你的人存在。当然也可能呢，是有一些真正的这种只喜欢传流言蜚语的八卦者出现在身边。无论如何，近期呢，你是蛮有魅力的，会得到别人的一些关注，别人想要更多的去亲近于你。好，还有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出现了小孩子这张牌卡，请注意哦，这张牌呢也代表着出生。如果说你想要怀孕啊，你想要生小孩的话呢，近期是会得到好消息的，是会怀孕成功的。如果说近期呢你不想要小孩，那么在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咯，一定要做好防备，好吗？好好的保护自己。那我们这边还出现了法院这张牌卡，你将得到法律的正义与秩序。如果你要请律师的话，那么这个律师要么就是一个成熟、皮肤比较偏白的人，或者是呢，他是一个皮肤深色的人，都是可以帮助到你的。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你将会获得因果关系该有的结果，你该得到应有的报应。比如说在这个法律事件里面，你一直很正直公正，那么宇宙告诉你是公平的，你将得到你应该得到的好福报、好果。那或者是你在签合同的时候呢，那应该来说都是会比较公正的，那不用有太多的一些担心，会得到正义的伸张。还有就是你可能在近期会获得很多钱，也许这个钱呢是别人找你借的钱啊，终于可以还你了，也许呢是在法律上面那你该获得的赔偿，那近期该获得赔偿也会得到这种资金的进账的。也许呢你的收入增加了，也许呢你会获得更多的奖金，也许有新的项目来到你的面前，所以会有这种利益价值走向于你这方面更多的金钱物质的入账的。还有就是在生活之中呢，你会感觉到蛮忙碌、蛮充实的。一个周期即将结束，下一个周期即将开始。
你即将翻开人生的新篇章。注意哦，这个时刻呢，保持积极，然后负面的东西就不会渗透到你新的周期里面。在人际关系上面，我们这边出现了圣杯3这张牌卡，那代表着好兆头。有的朋友呢，可能会跟自己的旧情人重新去建立联系，然后两个人呢，也许在彼此更多的一些经历成长或者是自我反省之后，会觉得那旧的这个人呢，其实大家成熟之后可以再一次的尝试联系，尝试连接，尝试要不要做一下破镜重圆，重新发展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宇宙告诉你，其实是可以去尝试的。那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些经历了，都有不同的成长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再去做三观的磨合，会更加的轻车熟路一些。那大家呢，可能也会互相更多的一些配合，更多的一些玩乐，更多的一些交集是很好的。另外呢，如果你想去有情感上面的发展，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呢，近期多一些玩乐，多去参加一些团体活动啊，多去有一些集体意识啊，多去参加一些派对啊，这些呢可以让你遇到某一些人，然后在情感上面有更多的一些连接。因为近期的这种人缘运势看来还是比较旺盛的，你自己的人气呢还是比较旺盛的，想要去找贵人是可以找得到的，那想要去建立友谊也是可以的，那想要跟过去的某一个人进行联络都是可以的。有喜欢的人出现在你的生活中，也有不喜欢的人出现在你的生活中，但是呢，请你用新的一个视角去跟这些人联络。不喜欢的人会让你看到你自身的优点，也会让你看到你自身的缺点。那不喜欢的人呢，也会让你去忌讳，知道要跟不喜欢的人怎么样联络，怎么样互动，以及自己要谨防成拥有他身上的这些缺点。所以所有的这种人际关系的这种变化，身边出现的人呢，其实都是让你更加的有人际关系的技巧，让你有更多的一些情商的。有时候呢，你也会必须去原谅别人过去犯下的一些错误嘛，自己呢也会得到更多的一些包容啊，也会得到更多的一些力量。在你的工作或者是学习之中，你可以寻找更加有经验的人，向他们去讨教，向他们去学习，你会收获到更多思想上面的开放状态。或者如果你是独自工作学习的话呢，那么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些成功的人士，他们是如何让自己做到，是如何让自己突破的。当他们遇到某种困难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想，怎么样行动，很快呢，你就会得到启示，然后你会去调整改变你的工作学习方式，让自己更加的有效率，让自己更加有智慧的去做行动。所以在自己的事业学业之中呢，自我的这种技能成长上面也会有提升的。另外我这边感受得到比较强烈的一个数字2，那么2呢，就代表着二元性，代表着伙伴关系，代表着共享，也代表着平衡。近期你会有一些资金的收入，会有更多好运的事情进来，那么也需要你给别人更多的一些帮助。如果你始终愿意去助人为乐的话呢，在别人可能问路的时候，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在别人可能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尽力帮助他人的话，应该在未来会给你带来更多好的一个福报。你是可以去分享你自己人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存在的。而且在做事情的时候呢，最好不要去独自的去做，找人跟你一起合作，找人一起去联盟做某件事情，可能都会有更多的分担，
可能呢都会1+1大于2，有更多的力量去帮你克服这件事情过程中的这种麻烦的，好吗？近期呢也希望把你的善良去扩大，善良呢是我们精神世界的流通货币，所以当你的善心、你的善良越多、越大、越广，那么你的精神财富就会越充足，就越受人尊敬跟爱戴。目前呢，可能选择这组牌卡的朋友，你们有的会过分去追求物质上面的享受了，过分去金钱至上了，而让自己忽视了精神上面的追求。所以希望你可以去从事一下公益的事业，希望呢你可以把自己想要购物的这个物品放下，而把想购物的这笔钱拿去给一些人帮助战争中的人啊，帮助地震中的人啊，无论如何呢，这些都是可以唤醒你的爱心，传播你心中的善良，然后给自己带来更大的运气的。当我们得到大财富的时候，当我们要开始走大运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回馈一些小的财富，这样呢，好的运气、好的运势才会一直跟着你。还有就是在自己有收入的时候呢，也要去做一定的储蓄，一定的节省。有的金钱我们可以去支持别人，有的金钱我们拿来节省储蓄，这样你就会越来越富有。无论如何，我们这边出现了女皇这张牌卡，那女皇呢就是热情跟高贵的体现。看见你呢，会在近期这一段时间舒适的坐在这种雍容华贵的位子上面，而且周围呢都是非常盛开的鲜花植物，那也有蝴蝶飞到你的面前，你会好好的享受你的生活，不是那种幻想期待享受生活，而是这种现实的一种在身体上面的舒适，那心情上面的开朗，以及在感觉上面呢，会感觉到更加的安心。在日常生活里面，你会经历到喜悦的，所以生活会让你感觉到更加的优雅而富贵，充满了开心。你会更加的有艺术天分，你也会更多的去懂得在团体之中营造气氛，你的人生呢将更加的经历丰富。近期你的家庭观念也是比较重的，你也会可能成为异性注目的焦点，在人际关系里面呢，会有人看到你身上的光芒点的。如果你是异性恋的话，那近期你的异性缘很好；如果你是同性恋的话呢，那近期你的同性缘非常的好。无论如何，你很有机会去收获一段美好的恋情，而在人际关系上面会更加轻松顺利的去发展感情哦。如果你已经在爱情之中的话呢，你跟你的恋人，你们会透过你们的这种关系有更多的畅谈，你们会建立更多的一些欢乐，而让你们的生活呢更加的无忧无虑，会让两个人心与心之间更加的贴近，所以是可以到达这种谈婚论嫁的时刻了。两个人可以慢慢的去计划考虑你们的未来了。在自己的工作方面呢，你会有着很体面的工作。如果你一直没找到工作的话呢，好消息是告诉你，如果你的面试官是男生的话，那近期你应该就会面试成功，会给别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你会应聘成功的。或者是这个公司的老板呢是一位男生的话，你可能应聘成功的几率会蛮大的，在近期哦。好，如果你是读书的话呢，近期在你的学习成绩上面会进步，你跟老师之间呢会有更多的沟通，而你在艺术领域方面呢也会有蛮多的收获的。总之，近期你的性格将越来越开朗，
也是因为你的性格开朗而赢得别人的好感，会让自己成为聚会的主角。那在金钱上面呢，会凭借自己的努力去赚钱，财运不错，善于发现一些赚钱的商机，同时也很容易获得意外之财，甚至是有中彩票啊，或者是小赌有赢啊，这样的一个意外之财收获哦。在健康方面呢，体力会更多的充沛，自己也会更加的风度翩翩，然后也会更多的去平衡自己的身心灵。好像近期呢，也会开始越来越喜欢去逛街购物啦，或者是喜爱去远足，喜欢去参加一些派对等集体活动啦。宇宙告诉你，多走出家门去参加这些活动，把自己更多的打开吧。你越打开越开心，那么新的机会、好事情以及优良的人际关系都会进来哦。所以在年底这段时间，你会蛮忙碌的。当然这种忙呢，会忙得更加的有价值，会忙得更加的有意义，也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一些爱的能量。所以亲爱的，好好的享受当下吧。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有玩的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Hello， 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看一下近期你会有怎样的凤凰逆盘，会有哪一些事情正在开启呢？那我们应该期待什么？我们先来展示牌卡。感受得到一些前世今生的业力关系在影响着你。好，冥冥之中自有天定。很多事情我们都是没有办法逃过因果报应的。你可以不信命，但你不能不信世上的这种因果。目前呢，你将清楚地回望过去，并且回想过去自己的生命经验里曾经发生哪些重大的正面跟负面的想法。突然你的思绪或者是你的梦境就会把你带到从前。那从从前的这种经验里面，你是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点的，你是可以去树立你更新你的人生价值观，然后清晰的去审视当下。宇宙告诉你，你是可以成为自己的骑士，努力过的人运气不会差。那么没有人可以成为你的救世主，能够拉住未来的你，只有当下的你自己。所以近期呢，人缘运势上面不会有太多的一些变化，或者是很多丰富的状态。但是你是可以清理你的业力关系，你是可以告别一些不好的因果循环的，你可以和谐包容淡定的去处理人际关系。目前这几个月呢，是治愈的时候，而不是战争的时候。当下你会看到，其实你是老天爷比较眷顾的人，你是可以分享你的爱，给予你的爱给别人的，而且幸运女神也会在你的身边哦。也许你会觉得真的假的，你怎么没有这种感觉，好像没有那么顺利哦。但是从目前的这种牌卡能量上面来看，这都是真的。你还没有意识到你自己的灵魂天赋，你当下的命运卡点，你可能跟你渴望得到的东西已经非常的接近了，但又好像有一点距离，因为你把这些事情好像还挡在外面。其实身边有很多机会早就找上门了，敲着门等着你去接收的。
比如说理想的伴侣啦，你喜欢的工作啦，你需要的财富啦，已经在向你涌过来了，只不过你还在犹豫要不要张开手去接。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哦，就是宇宙其实给你蛮多的爱的能量的，不过当下你还没有完全达到一种开放性的状态，对于新的一些事情还有一点害怕去改变，迈出自己的舒适圈，去结识新的朋友，好像还是没有迈出去，还是一直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一直在熟悉的这种环境状态。无论如何呢，你只有对任何新的事情抱满着愿意去尝试，愿意去体验，愿意跳出自己固有的这种思想，真正的开放之后呢，你就会得到你应该得到的这些幸运，你就会接住哦。而且近期好像你的灵魂天赋跟你的直觉、创造力都有蛮大的一个连接的。你的创造力跟想象力，还有那种对新生活渴望的这种能量呢，你是可以去得到一个施展的。你可以去重新设定一下你的人生蓝图，包括你想要成为怎样的人，你想得到怎样的亲密关系，你想让自己获得怎样的工作，或者是这个工作要收入多少，你渴望什么，其实你是可以去规划，然后在纸写下来你的梦想，所有的这些之后，你是有显化这些的能力的。近期你的显化能力也是很强哦。不要觉得这个很难，不要自己给自己有太多的一些压力或者是不自信了。你只要完全的相信你自己，相信守护天使，相信指导灵，相信宇宙，并且坚持自己的渴望，那么你就会去得到一个自我的实现。优秀的人不是认识世界，而是认识自己。无论周围有怎样的一些浮躁的、消极的、悲伤的事件发生，请你把专注度放在自己的身上，好吗？去接受所有这些事情，然后呢，最主要的把专注度放在自己的身上，你是可以完成你的梦想的，你是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些韧性，更多的一些力量，更多的一些启发的。最主要的是你要积极主动。首先看到自己还有哪些事情做得不够，或者是还没有完善的，比如说不要去欠人情，该欠的人情该还的就还了，不要去欠人钱，找别人借的钱一直没还的去还了，不要去欺骗，在人际关系上面做到坦诚，并且建立信任的关系。曾经有骗过别人的，那最好呢也去找机会去做一些沟通，去解开这样的一些误会。还有给别人承诺的事情一定要做，大气的去面对一些小人，不计较，不亲近，不谈心，远离是非之地。曾经被你情感伤害的人，如果已经失联了，那就祝福他；如果还在身边的话呢，那还是要找机会去表达一下自己的真心，表达一下自己的抱歉。如果在人际关系里面出现思想矛盾或者是争吵了，那这个时刻呢，表达你的爱跟支持跟理解，去倾听别人的情绪，去让别人得到一个发泄。你不要去做这种战争上面的争斗，自此你就可以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近期这段时间会看到前世的一些业力，或者是曾经的一些业力，会影响你当下的一些事件。看清楚之后，你就会去重塑自己的业力关系。比如说，过去你可能有意或者是无意间的伤害到了别人，然后让别人对你有了一种怨恋，那么这种怨恋呢，就会形成一种能量上面的意识体，牵引着你在适当的时候会做一些事情同样发生的上演。也许不是这个人去
伤害你，也许是其他的事情。举一个例子可能你到一个公司里面去应征，然后好不容易你过5关斩6将，面试成功了，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但是有一天突然换了一个主管，这位主管一看到你就非常不喜欢你，然后百般的刁难你。如果你没有特别做错什么事情，那么这种莫名的不喜欢就有可能是曾经的业力的因素而造成的。所以当下这段时间呢，你会放手过去，告别旧的因果循环，进入新的人生历程。那么来到新的时机点，是可以去建立一些好的福报，是可以做一些人生转折的决定了。这些决定呢，只要是向善的，只要是不亏欠他人的，只要是积极的，那你就会有好的未来来到你的身边，好吗？还有呢，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近期会达到成功的爱情，那么也就代表着正桃花会来到你的身边。也许这个正桃花是你曾经的前世情缘，在你们当下见面的时刻呢，你就会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而且这个人呢，也是非常绅士，很有礼节，很有修养的状态。你会遇到自己心满意足的人。如果说你已经在感情之中的话你跟你的伴侣可能会要去共同的见家长啊，可能想要去更加亲密的结合，想要做承诺，想要去结婚了。如果你有自己喜欢的人，那近期这段时间是可以表白成功的哟，哇，非常棒的讯息。那么目前呢，你只要不临阵退缩，一切事情都更加的努力，更加的去经营，提高你的信心的话呢，你是会得到自己想要的好的关系，自己心满意足的结果的。在友谊上面呢，可能在有些人身边你会感觉到不舒服，也许你会出现跟别人看法不一样的状态，也许呢还会出现一些嫉妒或者是很糟糕的情绪。那这个时刻真的不要去想着改变别人，你没有办法改变别人，你只有改变你自己。自己的思想情绪不好的话，那就去调整到积极的状态，不要看别人不顺眼。你对别人出现不好的看法，不是代表别人错了，而是代表你自己错了，你自己可能有一些偏激的思想了。那这个时候呢，需要调整自己的想法，需要去修正自己的负能量。近期你只要充满了无条件的爱，你的灵性会增长，你的身体会更加的健康，你自己呢也会得到内心更强的一种平静的情况，知道吗？心有多静，腹有多深。而且这种无条件爱的能量也会让你更加的成功。所有的事情尽心尽力，量力而为，不要去试图改变不可能的事情。你知道吗？人定胜天，那说的是非常人，其实事在人为也是要看机遇的。3分努力7分天意，任何事情呢，尝试了尽力了，无愧于心就足够了。你的思想再达到更高远一种状态，你会以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走出你的舒适圈，然后会直面自己的恐惧。当下呢，会更加的顺其自然一些，能克服的事情我们就去克服，不能克服的没有关系，让它去任性的发展吧。你去用正面的心态面对所有的事情就好了。而目前你有任何的想法，你都是可以去实施的。你想要有一次长途的旅行，你想跟某人去做某件事情，你想去表白，通通去做。现在就在一个好的时机，你只要行动起来的话呢，你是会获得成功的，你完全有好的运势所在。所以亲爱的，当下你会进入到更加深层次思考的问题。你在哪里？你在地球上做什么？这一生你想有怎样的一个灵性基础？考虑清楚之后去行动的话呢，
宇宙告诉你，你是可以实现你的梦想。哇，其实你有很强的脱胎换骨的能量所在。当下呢，是在结束一些业力，重新去建立新业力的时刻。一定要保持开朗，一定要保持乐观，一定要保持阳光跟健康哦。除此之外呢，也好好的去考虑一下，你可以把自己的梦想扩大，你可以发挥自己怎样的一个价值，完成怎样的一个事情，并且在选择上保持爱的能量。比如说，你想选择的这个事业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如何帮助他人，如何给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一些价值，这样去思考，这样去选择的话，未来你必成功。所以不要把这种选择决定放在自己的小恩小利小惠上面，而是去放在可以造福别人，可以帮助别人。在这种状态之下呢，你将会结束所有旧的不好的因果关系，而奔向更加成功的人际，更加成功的事业，也会得到自己心满意足的状态的。是当下正在修心，正在修行，是在往好的一个方向进行360度的转变哦。请你好好的珍惜当下，也请你好好的去做更多的创造。你知道吗？在凤凰涅槃重生这个故事里面你就像这个凤凰一样，已经投入到了熊熊的火焰之中，而这个火焰呢，也即将消灭了。那你会有怎样的一个新姿态，冲出火焰去获得新生命呢？好好的设想一下吧。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哦，祝福你，拜拜。